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慧命书院刚刚教授的话有提到我们人与神的与神的一些关系。现在的话我们再请教一下关教授，灵跟鬼神之间的话，大概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关系所在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这个天地是属于宇宙论那我们要追究宇宙的源头那追究宇宙的源头，就是要安顿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人的生命也来自于天地，所以人把生命扩充到天地之间这个当然是人生命的一个扩充的渴望再来就是人生命还是太短暂了，那人死后生命到哪里去了？或者人死后这个生命还存在吗？这就是引发着人对灵的追求啦。如果人活着有灵，那么死后灵是不是还在？如果死后灵还在的话，那这个灵到哪里去了呢？这个时候就有两个地方，人死后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神，一个就是鬼。好，那么有形的生命称为人，无形的生命就称为鬼神，而人跟鬼神都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好，这就发展出我们哲学跟宗教所探讨的生命论。宇宙论我们知道了，就是探讨宇宙；那生命论呢，就是探讨生命。那探讨生命的什么？就是从有形生命到无形生命。好，那么我们用灵来代替无形生命，所以人的灵活着的时候不叫做灵，活的时候我们是有肉身，所以我们有身体。那死后或者是不在了，我们才叫做灵当然，活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灵因为这个灵的力量才让我们可以有生命、有智慧能够展现的跟宇宙合一的那个强烈的企图心所以灵其实也跟我们的肉体合在一起人有肉体就有灵，但是这个灵不会因为肉体消失了，灵就不在了。好，那么鬼神的概念就形成了。但是我们在古代这个鬼神早已经跟天地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天神地质都是神所以天地都有神，那么人也可以进入天地成为神如果人不能进入天地成为神，那么人就可能下地狱变成鬼所以人死后也有两个归宿，一个就是上天为神，一个就是下地为鬼所以鬼神也是人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人的身上了，只不过呢死后的时候他各自分离。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只上天不要下地狱这个当然就有另外的说法，我们以前有讲过这跟善恶有关好，那我们重点还是要回到这个人的生命为什么会变成鬼神呢？这又在中国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就人的生命有两种形上的力量，这两种形上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叫魂魄。魂跟魄怎么来的呢？当然我们通俗的话常常讲三魂七魄，当然三魂七魄是进入到道教，受到易经的这个数字的影响那基本上在古书里面只谈魂魄那魂魄呢？魂魄怎么来呢？那我们回到这个《左传》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魂来自于天，魄来自于地，也就魂来自于天气刚才我们有讲气化宇宙论，气就发展成魂，所以魂代表天气。那地也有气，魄就代表地气。所以魂来到人身就代表人的精神。所以人的生命就是天气跟地气凝聚而成人。所以人是天地气化中最伟大的。所以天气地气在哪里？就在人气之中所以人是最有人气的也就是人是有气的，或者说人透过气
来感通天地，啊，人透过气去进入天，人透过气去进入地啊，所以气也是从天地来的。好，所以人是天地气化而为人，所以人也成为宇宙中最灵的啊。所谓最灵的，就是说所有的动物只有人创造的语言、创造的文字、创造的文化，也创造的宗教。当然，宗教不是人创造的，是人发现的。人有这个智慧去跟终极来相遇啊，这个是人之所以伟大。但是人为什么会伟大？是因为天地气化的精华啊，所以人都是天地气化显化而出的一种最精灵的物啊，这就跟《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一样，他长期的吸收天地日夜精华，就由石头变成了猴子啊。当然这也是一种神话啦啊。那我们人是不是也由天地精华从石头蹦出来的？在远古神话里面有哦。就人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了，当然人也可以从树上蹦出来了，人也可以从这个水果蹦出来了啊，就像这个日本的桃太郎啊，所以这个都是古代的神话啦。就是人从哪里蹦出来其实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人跟天地气化的关系下，抬高的人存在的地位，所以人，是天地中最为精华的一种力量的形成，因此人会去寻找灵，当然人就会跟天地的灵结合起来。好，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灵可以永恒长存，所以魂魄对死后又重新回去了，魂归之于天为神，魄归之于地为鬼啊。就是说人死后魂重新回到天上，就变成了神；魄重新回到地上，就成为了鬼。所以人死后有两条路走，一个就是魂去做神，一条路就是魄去做鬼。那死后我们是做神还是做鬼呢？这个古书里面有记载的，有魂强者跟魄强者。什么是魂强者呢？就是魂就是天气啦啊，就是精神啦，就是主要着重在精神能力强的人，死后就作为神。神是什么精神能力强呢？就是回到人的私利活动中，有智慧的人，开发自己潜在人力量的人，有能开发出自己潜在力量的人，那么死后就成为神。什么叫做魄强者呢？魄强者就是我们的体魄，而体魄呢就是感官活着只追求感官的享受，一定要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做得好，然后活在那个喜怒哀乐的各种欲望需求里面，这种叫做魄强者。那魄强者就是说你的存在都是完全受你的身体所宰制。好，这种活着只求肉体享受的人，死后就必然的要到地狱去接受审判，死后就到地狱变成鬼啦那这个部分我们前几节都是有比较详细的讲，我们就不讲，因为成神成鬼就回到人的善恶，善者成神，恶者成鬼这就价值判断。所以很多的宗教都劝我们要弃恶向善好，那所以做鬼做神也是由人来做决定的。人的什么来做决定？回到人的灵性上，回到人的魂魄上。那我们要养魂，而我们要减少魄的需求所以魂越强者，我们死后我们就必然上升为神。如果我们只是讲究这个魄的享乐，那么我们就死后就下降为鬼。那到了鬼以后怎么办？经由超度成神。所以我们特别重视超度，就是把已经做鬼的祖先把它超度成神。而人最好不要变成鬼才去超度为神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预修，就要透过修持，
当我们的生命能量足够的时候，那我们死后就可以直接成神。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人鬼神虽然是三个位啊，人一个位，鬼一个位，神一个位。当然从灵来讲，就有三种灵：人灵、鬼灵、神灵。好，这三种灵里面，我们最喜欢哪种灵？这里面就有一个喜欢跟不喜欢的问题了。啊，我们最喜欢的是神灵啊。那我们有个目标，人灵要成为神灵，鬼灵也要成为神灵。所以人鬼都最后希望变成神。所以人鬼神虽然是三个位，但是是一体的。怎么样的一体？就是人鬼的生命都要进化成为神。那人跟鬼的生命怎么样进化？很简单，弃恶向善。这就是宗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透过弃恶向善，人鬼都可以成为神。这就是所谓人鬼神三位一体。进一步的，我们讲人鬼神合一。既然我们知道人都想要晋升为神啊，不想成为鬼。那不知教授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跟灵它是怎么样一个交感的一个方式？我们要先追问人怎么跟自己的灵相依啊？怎么样去证明我们活着的人是有灵性的力量？这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欲望里面。我们活在一个世俗的社会情境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是只想满足我们肉身的需求，我们很少去问我们灵性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也很难问灵性的终极归宿是什么。所以为什么一般的人都不愿意修道？因为他不知道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灵是什么，但他知道肉身是什么，他知道肉身是要什么，所以人都很俗啊。所以我常讲也不只是俗啊，而且是俗不可耐啊。如果你求财、求名、求利，那你就只是活在一个俗不可耐的肉体生活里面。那在你俗不可耐的肉体生活里面，你能告诉我灵在哪里？所以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灵啊。大多数人活着的人都不知道有一个灵的力量存在啊。那这是不是人有了这个肉身以后的最大的遗憾啊？这也是人，当我们过度的去执着肉身的感官欲望的时候，我们死后是不是都通通变成鬼了？所以因此在人的灵体世界来讲，是鬼比较多还是神比较多？鬼比较多所以大多数的人如果活着不去追求灵性，那都会变成破强者，而变成破强者就死后都做鬼去了。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那怎么样去作为一个魂强者？这就是我们人间修道的一个主要的内涵了。其实人间修道就是要修成一个魂强者，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不要由魄来做主。那由谁来做主呢？由魂来做主。魂怎么做主呢？那就是在精神上，他要努力的去开发你的精神的体会。当你努力的开发你精神的体会的时候，你就可以相依于灵。所以重点是要人与灵相会。那么我们传统宗教信仰的重点就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让我们随时保持在人与灵相会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的情操里。可不可以请教授的话，以更白话一点的话、通俗的话一点的话，告诉我们说，人我们为什么要修？到底要修什么？因为我想这个是大家一个很共同的一个话题。常常我们会碰到的话，我为什么要修呢？我要修什么呢？所以刚才教授所提，其实我刚才讲的已经很白话了啦，只是因为大家不常于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只讲一遍听不懂。所以可能我要讲2遍、3遍、4遍、5遍啊。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啊，当我们在谈到灵这个议题的时候，可能老师会不断的重复，但是不断的重复啊，是在已有的认知下再建立新的认知。
啊，所以刚才我讲了，还听不太懂，那是因为你对这方面的知识认知还不够啊。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人怎么样跟灵相异，就是要在精神上下功夫嘛。啊，精神上下功夫，怎么样在精神下功夫？很简单嘛，减少你的欲望需求嘛。但是我们大部分都还是活在欲望里面嘛。所以孟子啊，就早已经讲了。我们人最大的遗憾啊，就是被欲望牵着走。这个孟子讲“物引物，引之而已矣”，就是我们的灵都被物引到外面去，而且不知道引到哪里去了。我们没有理解到我们的灵嘛？那孟子要我们用什么方式的，可以让我们的灵相异？孟子那时候讲灵，他用另外一个字来代表，就是心啊。所以孟子认为心才是我们生命的灵。可以了，灵也可以称之为心，合起来就叫做心灵。那怎么去开发心灵呢？孟子讲无上养，无浩然正气，那就是要养气啦。养什么气？养正气啦。那什么是正气？正气就是善啊。所以孟子讲性善啊，也就所谓的性善论啊。人都是善的，只是没有把它开发出来而已啊。所以孟子的性善论啊，跟荀子的性恶论不一样。荀子性恶论是说，人如果没有教育啊，很容易就学坏。那孟子不说，人很容易学好，但是人没有去开发而已。那么同样的，道本来就在人的身上啊，每个人其实本来就在修道啊，只是道不见了。道不见的其实就是什么？善不见了。善不见了，其实就是气不见了。所以修道啊，就要从善入手，从气入手啊。怎么样从善入手？怎么样气入手？那就减少你的感官欲望嘛，不要让你的欲望做主嘛。那你的生命不让你的欲望做主，让你的生命由谁做主？孟子讲由心来做主啊。如果用魂魄来讲，就是由魂来做主，而魂又可以称之为精神。或者是道教讲的精气神，那就是由精气神来做主。所以修道开发你的精气神，你就可以上升，跟天地一样，你就可以上升，跟鬼神一样这个鬼神当然是讲神所以我们人跟鬼都要成为天地，成为神。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就不只是在讲这个人鬼神三位一体。我们可以把前面两个三位一体啊合起来，我们就称之为天地人鬼神五位一体。三位一体那是三元世界，二位一体那是二元世界。我们在讲五位一体，那就五元世界。这个五元世界就来自于我们五行的观念，就是有中央位跟四方位，然后构成了一个五行位。而这个五行位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宇宙图示，也就是图示要讲这个平面的五方，就可以把宇宙穷尽在这五方里面这个五行里面。好，那么同样的，这个世界最核心的价值就在这五个要素里面，也就是一个是人，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一个是鬼，一个是神。但是这里面又可以分成两元，一个是人，一个是天地鬼神。人是有形的，天地鬼神是无形的。好，这里含着这一个二元论，就是有形的人要去进入到天地鬼神的无形世界。所以修道是什么？修道就是修这个，怎么样让人可以进入到天地鬼神的无形世界里面。好，那这里当然要通了。第一个，人要能够通天地之灵，人要能通鬼神之灵。而为什么很多人无法去修行？因为不通嘛，以天地不通，以鬼神不通，那就无法修道。刚才老师讲到说有通的话，那这种通的话跟特异功能方面的话有什么样一个差别吗？那为什么的话会有这个特异功能的产生呢？你不要讲特异功能啦因为特异功能我们上次有讲了，特异功能也是一种执着啦。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神灵要能够感应相通这个等一下，这个我们后面要讲的。其实宗教最核心的就是人跟灵的感通啦
感通有很多种模式这个部分我们先不讲，我们先要来讲的就是说，通能怎么样通于天地，能怎么样去通于鬼神这个通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神跟凡人的不同。凡人其实是处在一个不通的世界里那不通的世界其实就充满了很多的不幸不如意或者不幸福。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神坛那么多？当人有不幸福的时候，赶快到神坛去问事。所以神坛常常到晚上还是人满为患很多人都急着去问，因为很多人都急着要通以前我说了，这个通的能力应该是人人具有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都有道，每个人都有灵，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是道，每个人都可以是灵，每个人都可以是神，这就是一个自力成就。那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他力了呢？我们要赶快去请这些人请这些通神者帮助我们去跟这个神、跟灵、跟终极去沟通透过这种沟通的信息来化解我们生存的各种灾难跟不幸那这个当然反映出人处在不通的状态中太久了，所以人渴望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修道？修道就是要教这个人通，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修道，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能够通神的人来帮大家服务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他力，也就是所谓神力。我们就借助神力来化解我们的问题。但是修道的话，就是希望能够修出自信，然后回到自力的成就，就必须要去靠神了那大多数人呢靠神，就是因为自己没有通的能力嘛好，那我上次有讲到，为什么人没有通的能力？在古老的神话里面有一个叫绝地天通神话，就是说人本来可以跟上帝直接沟通，但是人到了上帝那边太吵了，把天界搞得乌烟瘴气的，所以上帝决定把这个地天的通道把它断掉了。从此这个神归神，人归人。那么人遇到的问题怎么办呢？好，这时候上天有好生之德，就派一些使者下来这些使者就具有感通的力量，在古代称为巫，在台湾现代就称为鸡那这种人呢，他就因为他是带天命的，或者是说他是上帝特别选的他是作为一个沟通的角色所以因此大多数的人当遇到的疑难杂症以后就希望透过这些少数的人那就形成我们台湾的这些少数的人，就代表来自于灵界的这种中介者。那他是负责帮我们打电话当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刚来，然后他把电话通给神，然后从那边神那边再降信息来告诉你你要这样做，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他力或者神力。当然神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因为神实在看众生太苦了，他特别要来为人服务。这个也就是我们民间讲的祭祀这些。但是神为什么要到人间来祭祀？神是不是要帮助每个人自己有能力自己回去？只靠神的力量未必回得去。所以最重要还是刚才讲的修道。那怎么修呢？那么多的神坛其实神不是只是来帮助我们，用他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解决各种疑难杂症而已。他帮助我们是要来度化我们，度化我们怎么样也能够回到天上去成神问题是怎么度化？那就是他希望我们每个人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自信，找到我们灵的本体，那也就是通因此我们可以借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通，
这是他力，但是这个他力的神，其实他希望教导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归自信，找到自己通的方法啊。怎么通？通天地，通鬼神，通天地，天地代表宇宙，那么人可不可以天地合一？好，通鬼神，人可不可以跟鬼神合一？那就生命论，人在生命中有形无形可不可以合一？那很简单，那就是你能不能让你的身体不要欲望做主，而让精神做主，而这个精神做主不是说你有问题然后去问世，神帮你做主，这个不叫做精神做主。精神做主是你用自己的力量，自己就可以做主，而你就可以具有着跟天地鬼神相通的那种可能性。刚才老师所讲的最好的一个方式的话，就是我们必须的话要下去修行，但是在修行方面的话，我们是如何的话下去修，可能会达到说，能够达到一个自立的一个状态下，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话，大家去修行的话，大部分的话一个想法，我要修神通，我要通神那这个的话，到底有一些什么样一个差别呢？好，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主题啦。就人怎么样跟天地鬼神相通？天地鬼神啊，我们又可以把它称之为灵所以天地鬼神可以称为道，天地鬼神也可以称为灵那么人灵怎么样跟天地鬼神之灵可以感应相通呢？那这里面其实有3种方式。那这种3种方式我们下面要来比较更深入的来讲不过我今天可以先讲其实我们就是希望真正的宗教目的，就是希望各种经由各种管道，人灵可以跟天地灵沟通，甚至人可以发现灵的存在，进一步的希望跟灵合治为一那这种需求我们后面会更详细的来说。好，谢谢老师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话，老师能够更精辟然后更详细的话跟我们讲解人鬼神如何来相通谢谢大家。